在木星冰冷的阴影下，悬浮着一颗看似死寂的星球木卫2欧罗巴。它的表面比我们的月球还要明亮，布满了无尽的疤痕和棕褐色山脊，像一块被反复拉扯过的冰面。但这平静的冰封外壳下藏着一个可能颠覆太阳系认知的秘密，这片看似毫无生机的冰球里会不会藏着生命？如果你是首个近距离观测欧罗巴的科学家，一定会被它的表面惊到。1979年，旅行者号探测器第一次传回它的影像时，科学家就忍不住感慨，和月球上密密麻麻的陨石坑不同，欧罗巴的平原平坦的像一块巨大的冰盖，完全看不到古老撞击的痕迹。要知道，太阳系里的天体大多饱受陨石撞击，表面坑坑洼洼才是常态。欧罗巴的年轻面容实在反常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不断修补它的表面，抹去了古老的陨石坑。更神奇的是它的表面特征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整颗星球的冰面被刻满了长长的弯曲裂缝，有些裂缝能延伸上千公里，像巨大冰湖上的裂痕，时而平行，时而交错，织成一张全球网络。科学家研究旅行者号和后续伽利略号的影像时发现，有些裂缝的两侧竟然像拼图一样严丝合缝，就像冰层裂开后发生了移动。黑色物质渗出来填满了缝隙，碎冰块像地球极地海洋的浮冰一样飘到新位置，再重新冻结。欧罗巴上还有些混乱地带，范围堪比整座城市，冰块被倾斜旋转，周围是起伏的地形和重新冻结的泥泞。科学家形象地称之为混沌地形，看起来就像冰层从下方被部分融化，再重新冻结成一堆杂乱的层次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圆顶状的凸起，也有凹陷的坑洞。这些特征都在悄悄说明，欧罗巴的冰层不是一层死壳，而是活的，它在不断移动、破裂、重构。但问题来了，是什么让这厚厚的冰层动起来，像有生命一样？答案的线索就藏在看不见的内部。我们地球上的南极海域，冰板会随着洋流漂流、开裂、堆积，而欧罗巴的冰面活动驱动力不是风火洋流，而是来自星球内部的力量。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伽利略号探测器的观测把冰层下游海洋的猜想变成了科学共识。伽利略号携带的仪器近距离探测了欧罗巴的秘密，它测量到的引力数据显示，这颗星球的密度和转动惯量刚好符合厚冰层覆盖岩石内核的结构。更关键的是，它发现木星强大的磁场在欧罗巴周围发生了扰动。最合理的解释是，欧罗巴有自己的感应磁场，而产生这种磁场的必须是表面下存在大量能导电的物质。结合欧罗巴的成分，这种导电体只能是一片全球性的咸水海洋。当然，还有更多证据支撑，欧罗巴最长的裂缝并不像地壳牢牢固定在核心那样排列，反而完全符合地壳漂浮在液态层上可以滑动的场景。它最大的两个撞击坑有同心环结构，就像小行星撞穿冰层后撞到了下方更柔软的物质，显然那就是液态水。现在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可欧罗巴是一颗海洋星球，它的冰层厚约15到24公里，冰层之下是一片深达约100公里的海洋，这片海洋的体积比地球所有海洋加起来还多1倍以上，是太阳系里已知最湿的星球。而在海洋之下很可能是岩石海床和金属内核。但新的疑问又来了，欧罗巴距离太阳约 7.8 亿公里，表面温度低至零下160摄氏度，这么冷的地方怎么能维持液态海洋？答案藏在它和木星的爱恨纠缠里。欧罗巴在围绕木星运行时，还得和邻近的卫星展开引力拉锯战。这种持续的引力拉扯会像揉面团搓手取暖一样，让它的内部不断伸缩挤压，专业说法是潮汐加热。简单说，就是引力带来的摩擦生热成了欧罗巴的天然熔炉。计算显示，这种潮汐加热产生的能量足以让冰层下的水保持液态，不会冻结成冰。也就是说，木星的引力不仅抓住了欧罗巴，还为它的海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热量，让这片深海在冰封之下维持了数十亿年的稳定环境。要知道，生命的诞生和存活离不开3个核心条件：液态水、能量来源、构成生命的化学物质。而欧罗巴竟然把这3要素凑齐了。首先是液态水，这一点已经实锤，而且是太阳系里最丰富的液态水储备，作为生命的溶剂再充足不过。其次是能量来源，欧罗巴的冰层太厚，阳光根本照不到深海，但它有2种黑暗能量，一是潮汐加热带来的内部热量，2是可能存在的热液喷口。
就像地球深海的热液喷口周围不需要阳光的微生物靠化学能量存活，还养活了管虫、芒蟹等生物一样，科学家推测欧罗巴的岩石海床在潮汐加热下也可能形成热液喷口，喷出富含矿物质和化学物质的超热水，为生命提供能量。更妙的是，木星的辐射还会帮大忙，它轰击欧罗巴的表面冰，把水分子拆分成氧气、过氧化氢等氧化剂，这些物质会慢慢渗入海洋，给黑暗中的微生物送养料。据估算，欧罗巴表面每天能通过这种方式产生1000吨氧气，足够100万人吸上一整天了。最后是化学物质，构成生命的碳、氢、氮、氧、磷、硫等元素，欧罗巴诞生时就自带了一部分。后续彗星和小行星撞击又补充了不少有机物质。伽利略号的光谱仪已经在表面检测到了盐类，让冰层呈现出淡黄色，说明它的海洋成分可能和地球海洋很像。2023年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还在欧罗巴的混沌地形里发现了二氧化碳冰，这意味着海洋里的碳元素能跑到表面，证明海洋和冰层之间有物质交换，化学循环一直在进行。对比其他候选星球，欧罗巴的优势更明显。火星现在是冰封沙漠，液态水少得可怜。土星的卫星土卫2虽然也有地下海洋和雨流，但海洋体积太小，生命诞生的概率更低。泰坦星有有机分子和液态汀湖，却太冷太怪异，不适合地球式生命。木星的另外2颗大卫星嘎尼莫德斯和卡利斯托虽然可能也有深海，但冰层太厚，活动太少，营养循环跟不上。正如 NASA 外行星探索首席科学家科特内博所说，欧罗巴是如今太阳系里最可能找到地外生命的地方，它比几乎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符合宜居条件。如果欧罗巴的深海里真有生命，怎么才能证明？直接钻透10几公里厚的冰层，对现在的技术来说太难了，但大自然给我们留了后门。2012年，哈勃太空望远镜对准欧罗巴南极时，拍到了一个惊人景象：微弱的蒸汽雨流从表面升起，在紫外线照射下发出辉光。西南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劳伦斯罗斯直言，最直接的解释就是欧罗巴表面有雨流喷出水蒸气，这意味着欧罗巴成了继土卫2之后第2颗会把地下海洋喷到太空的卫星。更神奇的是，这些雨流还很有规律。哈勃发现它们只在欧罗巴运行到离木星最远的位置时出现，离木星最近时反而消失。科学家推测，这和潮汐应力有关。当欧罗巴被木星引力拉到最远时，冰层裂缝被拉开，内部压力释放，水蒸气就喷了出来。当它靠近木星，引力减弱，裂缝又合上了，就像欧罗巴在跟着轨道节奏吸气呼气。这些雨流能升到约200公里高，因为引力较强，大部分水会落回表面，但一小部分会飘在周围。2018年，科学家重新分析伽利略号1997年的旧数据时，又有了意外发现。当年探测器近距离飞掠欧罗巴时，有3分钟里，仪器突然检测到磁场变化和带电粒子激增，这正是穿过电离水气云的特征。也就是说，伽利略号当年无意中穿过了一次雨流，只是当时没人意识到。这下科学家们兴奋了，如果雨流真的来自地下海洋，那岂不是不用钻冰，只要让探测器穿过雨流就能收集到海洋的样本。要知道，土卫2的雨流里就检测到了盐类、有机物质，甚至可能有微生物痕迹。欧罗巴的雨流里会不会也藏着同样的生命线索？为了揭开欧罗巴的秘密，人类已经启动了2项历史性任务，将在2030年代给出答案。2024年10月14日 ，NASA 发射了欧罗巴快船探测器，它将飞行数年，预计2030年抵达木星轨道。它不会直接绕欧罗巴转，而是绕木星运行，对欧罗巴进行约50次近距离飞掠。最近时离表面只有24公里，近到能舔到雨流的喷出。2023年4月14日，欧洲空间局发射了木星冰卫星探测器 JUICE， 它将花8年时间飞向木星，2031年抵达。它的主要目标是木星的另一颗卫星嘎尼莫德斯，但途中会2次近距离飞掠欧罗巴。JUICE 携带了10种仪器，能和欧罗巴快船互补。它的雷达能以不同频率探测冰层，可能挖到更深层的结构。高分辨率相机能拍到之前从未观测过的区域。光谱仪能从另一个角度确认表面的盐类和有机物质。粒子和磁场探测器则能进一步验证雨流的存在，分析周围的等离子环境。这2项任务联手将从多个角度解剖欧罗巴，
冰层有多厚，海洋是不是真的全球连通，表面和雨流里有哪些关键化学物质，有没有冰和海洋正在互动的活跃区域。虽然他们不能直接看到生命，但能精准判断欧罗巴的海洋是否宜居，甚至找到生命存在的间接证据。比如异常的甲烷比例、复杂的有机分子，这些都是微生物活动的痕迹。想象一下，欧罗巴的深海已经稳定了数十亿年，足够进化出完全不同于地球的生命形式。因为永远处于黑暗中，这里的生物可能不会依赖视觉，而是进化出感知电信号或压力波的敏锐感官。或许有类似地球深海管虫的生物附着在热液喷口周围，靠化学能量生存。甚至可能有更复杂的生物，像鱼类或头足类动物一样在深海中游弋。更夸张的猜想是，会不会有一个完全隐藏在冰层下的生物圈，甚至文明？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黑暗中生活，透过冰层看到的太阳是木星发出的蓝色光芒，却从未见过真正的星空。当然，这一切现在还只是猜想。但随着欧罗巴快船和 JUICE 任务的推进，未来10年，欧罗巴将不再是夜空中一个模糊的冰点，而是我们探索外星生命的最前线。冰层下的秘密即将被揭开，你觉得我们会找到简单的微生物，还是会发现更不可思议的惊喜？太阳系的生命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。